大家好啊，今天巨瓜啊！1个小时以前我在推特上面预告说今天巨瓜啊，这个真的是，关键呢这个事儿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多少人注意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网上搜索信息嘛，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需要一点判断能力，你才知道什么信息更重要。我觉得今天这个消息啊，真是太厉害了。哈佛的一个学生报《哈佛评论》，也就在2个小时以前啊发了一篇文章。它里面暴露呢，他没有确认，但是他说呢，根据他们从政府的一个泄密人员那边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哈佛的，就是不 ，sorry， 哎呀，说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一边在搞我的系统，不是哈佛，斯坦福评论啊，这个学生媒体今天披露了一个重大消息，他们内部的爆料人显示，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拿了中共很有可能是中共的元老陈云儿子的3000万美元，就是2025年刚刚拿了3000万美元。一般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什么中共啊渗透啊美国啊渗透澳洲啊渗透学校啊渗透智库啊，这个太多了，你知道吧？这个已经是烂了，现在已经是啊，尤其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在起诉，越来越多在曝光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得了，在我脑子里面轰就炸掉了，你知道吧？因为呢，胡佛研究院是美国5大保守智库，而且是这5大保守派智库里面最反共的那一个。啊，至少在公开场合是最反共的那个，是吧？你如果甚至你可以说，在整个西方或者美国这个就是右派的反共的智库里面，胡佛当然有比他反的更激烈，但是没有他这么大的，是吧？而且他还有斯坦福这个大的背景，而程元呢，就是程云的这个大儿子程元呢，正好跟他是2个，就是完全是相对谱系的。我当时第一反应说，这好像是美国的一个极左给一个极右的智库捐了款，或者是一个极右给一个极左的智库捐了款，或者说我们可以再通俗一点讲啊，你就相当于是你说斯大林过去给这个美国的这个当时比较右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麦卡锡是吧？你可以想象斯大林给麦卡锡捐款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抱歉，好像没有给大家的这个显示出来啊，没有把大家的话给显示出来啊，稍等，哎呀，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刚才一直在搜索相关的资料啊，稍等啊，我把这个咱们再调整一下，我们在录播里面会把这一段去掉啊，这个事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来看文章本身吧。那么这个是斯坦福评论报的这个文章啊，斯坦福收到了与中国国家有关的捐款，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国家呀。吹哨人向这个斯坦福评论提供了斯坦福大学未公开的外国资助披露文件啊，公众首次可以获取到资助斯坦福的中国国家支持实体和个人的姓名。然后其中呢讲到2025年接受了一笔至少300万美元的捐款啊，披露名字叫陈元，并且记录为胡佛研究所用于定向研究的受限捐赠。刚开始的时候，有朋友就提到了，是吧？我看到有朋友就提到了啊，这个的确是啊，他说会不会跟李瑞日记被判给胡佛研究所有关啊？的确，这个事儿最主要的一个猜测，其实他下面这个文章里面下面也提到了，是吧？说啊，这个啊，他说这个名字跟这个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这个成员啊，这个是最相符的，这是红二代，知名的红二代。然后里面讲了一下这个对外友好交流协会什么东西的，这就不用说了啊。但是他下面也提到呢，成员的背景，13年到18年，中国的政协的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啊，是程云的长子，在担任这个统战协会的主席以前呢，曾经担任过15年，担任过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啊，并且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银行。然后他里提到胡佛研究所保存着李瑞啊，毛泽东前秘书李瑞的日记啊，就是那个没想到他的水平这么低是吧？小学文化就是那个啊，就是他的日记。这个事儿呢，2026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宣判了，因为当时呢，中国那边的就是李瑞的，好像是李瑞的妻子嘛，是吧？然后呢，当时呢是要求呢把这个日记也还回去啊，然后在美国法院开庭，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开庭裁定这个李瑞日记呢还是继续在斯坦福大学的这个胡佛研究所啊，是这个李瑞的女儿啊李南英把他给送过去的，然后继续保存啊。
但是注意啊，给我们讲了，成员的捐款是2025年，不是2026年啊，他是提前1年捐了款，它里面附带一些其他信息。成员的妹妹啊，在职业生涯早期呢，访问学者，在斯坦福停留2年。成员的儿子啊，然后就读于斯坦福，并且向该校捐赠了102万美元，是吧？陈氏家族成员呢，在斯坦福记录里面既以学生身份出现，也以捐赠者身份出现。注意啊，这里面我们一边说这个，一边给大家交代一些背景信息啊。首先呢，它这里面讲的这个未公开的外国资助披露文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斯坦福已经收到了这个钱，并且呢已经把这个钱呢向美国政府，尤其是根据川普政府2025年刚刚上任之后呢，当时曾经发布了这样一个总统行政令，是吧？关于美国大学受外来影响的透明度啊，就要求呢根据高等教育法第117条啊，说没有有力实施，要求现在所有的对于好像有一个坎儿啊，是多少钱以上的啊？来自外国的资金必须要往上申报，要往教育部去报备，是吧？啊，所以呢，他这个吹哨人呢，其实是从斯坦福往教育部报备的这个资料里面拿，他不应该公开嘛，但是他拿来公开了，是吧？公开出来这个信息。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要讲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之所以把这个成员联系到说这个300万美元杀出的呢，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家属、妹妹啊、儿子啊，这儿读过书也捐过钱，是吧？那么成员呢，可能联系上。但是有一个区别啊，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妹妹呢，不管什么以这个捐助成分呢，是以学生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啊，是为什么我给你捐助呢？因为我在你上过学呀，我当过你访问学者呀，我感谢你栽培我，我给你捐助。但是这个成员的这笔捐助呢是非常明确的啊，是记录为胡佛研究所用于定向研究的受限的捐赠。他自己本人并不是斯坦福的校友或者访问学者啊，但是他向斯坦福捐了这笔钱，定向给胡佛研究所用于定向研究。到底是什么定向研究？研究啥呢？就是受限的啊，只能用来干这个事儿，不知道。哎，所以这就说你很难怪啊，就是刚才啊，包括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讲吧，会不会跟李瑞判给这个胡佛研究所有关？那么斯坦福评论里面给出来这个信息呢，啊，说这个李瑞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在跟我们啊，这个好像透露点消息是吧？他这个好像就是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再补充一个信息啊，关于川普政府要求你们上报的信息是有限的。比如说他报一个啊，说我去年有个叫成员的人在我这儿捐了一笔钱，这个钱定向要捐给胡佛研究所，完了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你说美国教育部知道谁是成员啊？美国教育部是胡佛研究所什么项目，到时候你们是干啥的？真的没有啊，所以这是很有限的一个上报。然后在今年呢，美国的教育部呢重新啊又发了一个，今年2月份啊又发布了一个大学最新资金披露情况啊，可能要求更多的，甚至呢在推动呢是要把这个你们上报的这些信息嘛，要向公众公开的啊。所以这个是川普政府一步一步正在做的，但是在这个做的这个当口呢。这个消息爆出来了啊！关于这个爆料人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啊，说不定是美国教育部的，说不定是美国政府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美国的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网上报的，收集信息网上报的这个部门的人啊，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最近的这1-2年里面呢，因为美国很多大学都很左嘛啊，然后越是左的大学，中共渗透起来越开心，你知道吧？啊，特别好渗透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有很多这种内部信息呢，通过这个报纸的方式，不管是反对美国的这个极左的这种风潮的，还是关于这个渗透的，都是通过这种学生报啊，因为学生报一般比较独立嘛，是吧？没有什么比较。至少有一些大学的啊，至少哈佛的那个，至少斯坦福那个相对还比较独立一点，通过他们对外爆料啊。然后斯坦福拒绝提供更多信息，换句话说，斯坦福的这个学生报已经去问了斯坦福啊，你们这事儿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说一点啊？代表外部关系部跟发展办公室的大学发言人表示呢，斯坦福长期做法是吧？在那个未经捐赠者授权的情况下呢，不会披露捐赠者姓名或者捐赠细节啊。说我们进行了尽职的调查啊，对国际捐献呢还有额外的审查的层级啊。然后他说了，此类受限捐赠的运作方式类似于研究合同，就换句话说，我给你钱，我们定个合同，你要按照我这合同来。注意，这个合同也没有向美国的教育部报。
向美国教育部报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几个信息。那么资金流向呢，是被指明的胡佛研究人员或项目，而不是无条件归入大学。OK。然后说这个款项通过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啊，然后在没有其他已报告的捐赠呢，以这种方式结构化。每位捐赠者都列出了家庭或公司的地址等等，这样子通过法律中介转交一笔外国捐赠呢，会使核实捐赠者真实身份变得更困难，因为这会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啊。所以这个也是你报上去的信息，人家当中已经做了一层隔离了啊，给你也不知道是吧？教育部的人也懒得查，因为总共上报的据说是去年有几千笔，8000多笔各个学校上报的外国给予他们的捐助啊。然后它里面讲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影响美国地缘政治话语。我觉得胡佛应该是最大的右派的保守派的智库了，应该是没有之一了。然后呢，参与国家研究安全工作，我们知道这个伯明嘛，大家记得吧？川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嘛，就曾经在这个胡佛研究所啊。除此以外呢，胡佛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家啊，这个是胡佛研究所的关于中国项目的是吧？这篇文章这个叫赖斯呢，是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啊。然后发表文章就是我们要直接面对然后与中国进行竞争就是对外一直呢，胡佛研究所给人感觉呢是一个特别鹰派、对华鹰派的、对中共鹰派的这样一个智库。然后呢，胡佛研究所里面一些知名人物我们看这是呢托马斯·索维尔是咱们这个频道最推崇的保守派大家，托马斯·索维尔是吧？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他的 Fellow 研究员里面还有像川普政府第一任上的这个国务卿马蒂斯是吧？好，然后还有大家里的大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这里我要说一声咱们讲的比较散反正就散了，我也认了。就是我知道，对于很多人对于反共这个事情尤其在中文圈里面是吧？其实反共的人是各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目标目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法轮功反共嘛，法轮功反共就是希望法轮功在中国正常化嘛，是吧？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邪教的帽子摘掉因为他以信仰为目的反共嘛，所以很多人就怀疑呢，法轮功如果说中共说，哎呀你回来吧，是吧？他们就回去了。有可能毕竟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法轮功是给习近平抬过不少轿子的，是吧？这个洗不干净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反共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就是不爽中共是吧？中共推翻了以后，我回去我估计这帮人跟中共的思维方式其实差不太多尤其是在中国生长起来的人也是同样重复那个戏码这个叫做翻身农奴把歌唱是吧？反完中共变中共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讲，咱们这个频道反共不是反中共。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反中共，我是他妈反共。OK， 反共就意味着你要直接反这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什么呢？集中嘛，就是集中嘛，集中大于一切嘛，是吧？集体大于个人嘛，是吧？所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呢，相当于是可以说是完全站在共产主义所代表这种集中制的对面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就是推崇个人自由经济这个自由市场等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全世界最反共的人是谁？有的人说麦卡锡有的人说蒋介石，是吧？不是，真正最反共的人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呢，他一开始呢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然后后来呢去了胡佛研究院，是吧？然后所以这个胡佛本人嘛，不要说胡佛研究院是哪来的，胡佛就是那个美国的第31任总统叫赫伯特胡佛就是在这个美国二战时候总统叫啥来着？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柯立芝之前的他也是以一个知名的反共，尤其是在冷战期间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反共的这样一个人士。叫胡佛有两个人，一个是赫伯特胡佛，美国总统，还有一个叫做艾德加胡佛，是吧？艾德加胡佛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嘛，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特别知名的反共人士但是你别把他们搞串了但是我们一般讲到胡佛研究所就是这个美国前总统，所以你看
我教了这么多胡佛研究所有这些人是吧？如果说刚才你们看到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赖斯啊，赖斯还都是小布什的是吧？小布什这个政府期间的啊，小布什不算特别反共啊，但是其他几个人是吧？托马斯·索威尔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讲了很多老头子啊，关于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类似的社会主义啊，集中制啊等等这样子的啊大家。那么陈元是什么人呢？陈元是陈云的儿子。陈云是什么人呢？陈云，我，大家谅解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觉得我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你还是人吗？但是我们的频道的观众的比较多元，是吧？尤其是很多，比如说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台湾的朋友啊，来自于大马的朋友，并不是像很多人一样非常了解中国，这个红一代啊这些人的谱系啊。我们说白了，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就是两大佬啊，或者说两大佬的代理人在轮流执政。那么这两大佬的就是邓小平，还有一个就是陈云啊。陈云呢，只不过深藏不露啊，不是像邓小平的前台啊。你甚至可以认为邓小平是被陈云架在前面放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人啊。然后这两个人呢，分别代表两个细微有差别，但是差别并不大的这个意识形态啊。邓小平就是觉得或者是他是公开讲嘛。谁不改革谁下台是吧？就是要放开啊，让市场来唱主导。陈云所代表呢是另外一派，他的主张叫鸟笼经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市场啊是可以用的，市场是可以拿来用的发展经济的，但是呢要把它关在笼子里面。这笼子是什么？这个笼子就是党啊。虽然呢它的理论来讲啊，笼子是国家啊，笼子是政府啊，政府要对市场有所控制是吧？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因为西方也有很多人嘛，主张这种嘛，就是你太过于自由放任不好啊，你必须要有所约束。但是其实，在中共的这个语境里面啊，所谓的鸟笼，这个笼子就是党。陈云本人也是在多个场合一再说过，就所谓的红色江山嘛，啊，必须要有红色江山的这个做下去啊，红色江山不能变色啊，所以。你想是这样一个人，那这是真正中共里面顶天的大佬，甚至呢，比如说，当时赵紫阳不是被干掉了嘛，是吧？正好马上要6·4了啊，我们会讲一些跟6·4有关的话题，包括我个人对6·4的一些反思啊。赵紫阳不是本来赵紫阳就相当于是后来要准备接班嘛，当总书记，赵紫阳已经是总书记了是吧？可能是下一代领导集体了。结果呢，在因为6·4这个事情呢，赵紫阳以及相应的很多人啊都被给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谁来接呢？江泽民这个人选是陈云提供给邓小平的。OK， 邓小平没想到是吧？是陈云提出来的。然后两个人觉得好吧，就他吧。啊，所以可以说呢，陈云和邓小平呢这两个人呢是中共的后来激起的造王者啊。包括邓小平说所谓隔代指定胡锦涛啊什么东西的是吧？这估计也是两个人商议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妥协啊。Anyway。然后其实呢，当我刚才讲到的那一套所谓鸟笼经济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陈元自己本人啊，曾经呢在国开行主政过10几年啊，15年吧，是吧？在国开1998年到2013年啊，一直在国开行的。那么从2013年是什么时候？习近平上台嘛？习近平上台以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你其实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鸟笼经济的影子，就是换句话说，不管是一带一路啊，还是国家控制金融啊，是吧？还是怎么样子啊？就是各种维持党的这个，包括反对这个政治改革啊等等这样子。那么这一套呢，政治经济啊是连贯在一起的，你在那边很明显看出来陈云的影子。那至于这个陈元作为陈云的长子，到底实际上在里面扮演什么地位，我们也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什么中共内部的人啊。但是顺理成章的认为啊，我觉得顺理成章可以认为呢，毕竟他是这个是吧长子嘛。啊，老子要带大了嘛，从小耳濡目染嘛，所以他应该是，而且这个他父亲的这个鸟笼经济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我相信他更多是站在这种笼子要扎紧这一块的，所以顺理成章的推导就是习近平目前为止所沿用的所有一切的经济、金融、对内对外的跟经济有关的这一套东西，应该是跟陈元是在一条线上的，甚至你不能排除说。这个是不是？毕竟国开行干过15年是什么概念是吧？你不能排除说它是对于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力的啊，甚至包括现在的经济政策。
那么这个人给美国最主张自由放任的、最主张最反对政府控制的这更不用说反对党控制了，是吧？而且明确最反对中共的，反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美国的最大的智库，捐赠了$300万，很有意思吧？如果他只是出于私心，是吧？是给就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不要找我说我诽谤啊。他只是私心捐给这个胡佛研究所或者捐给哈佛，说你帮我跟胡佛研究所说一声，关于李瑞日记这个事儿，它里面所披露出来的关于中共的领导人的是吧，以前什么事儿啊，手下留情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事儿还简单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有点复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想到什么呢？美国最近刚刚爆出来了一个什么，就是美国的一个左派叫做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吧，美国一个极左的啊，特别重视什么平权啊，什么要黑人反对什么种族歧视啊，这样一个组织吧，是吧？然后每年收了好几亿啊，好几十亿的这个捐款的啊，他们给这个。什么3K 党啊，这些种族主义的政党里面的人啊，里面一些领导人塞钱啊，据说是我让他们当我的内线是吧？但是给他们塞了不少钱。但问题是呢，别人给你捐款，不知道你会做这种事儿啊，是给对方塞钱是吧？你至少你要告诉我们，你可能会把它派上用处啊。所以现在完全解释不清了是吧？完全变成了一个极左给极右的捐款，类似这样子的。这事儿就跟这次陈云的儿子给胡佛研究所捐钱，真他妈太像了，就是这种荒诞程度啊，太像了。当然也有人在做一些善意的这个想法是吧？哎呦，是不是陈云这儿子觉得，哎呀，我老爸那一套可能是吧？可能是不是有点过啦？我们过去这个坚持的这东西，是不是把中国给弄上绝路啦？啊，所以我是不是要开始这个转变思想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根据我们对人性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小，对吧？所以就变成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关于这个李瑞日记，要么是关于。某种不可告人的这个非常扭曲的目的是吧？不管哪一种，我觉得哈佛以及胡佛研究院都必须要给出解释，尤其是胡佛研究院，他必须要知道我是不是知道这笔捐款，他是定向给我这个项目的，我是不是知道这笔捐款是谁捐的，定向跟这笔项目的，要我干什么？啊，如果说斯坦福掩盖了，那没有告诉哈佛研究院，只是对哈佛研究院施加了压力。只是告诉他，我们这儿收到一笔钱是吧？你这个项目你要怎么着啊？那这个锅是斯坦福的是吧？那如果说不是的话，那这个胡佛研究院，抱歉啊，我今天因为这个胡佛、斯坦福、哈佛的都串在一块说，可能说错了啊，大家自动的在脑子里纠正一下啊。我就不再那个什么了，因为毕竟这事儿是2个小时以前刚发生的，我花了2个小时给大家做了各种调研啊，然后现在给大家白活这个事儿啊，有时候有口误啊，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啊。好，我看看啊，我看看还有啥啊，我们继续往后翻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啊。这个陈元呢，在当时卸任之后呢。当卸任了国开行的这个银行啊行长和董事长之后呢，当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啊，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之后呢，本来说呢要金砖开发银行是吧？是让他来当这个行长啊之类的东西啊，后来落选了啊，说说可能陈元跟这个向重庆批了过多的贷款，所以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陈元跟这个薄熙来，你知道吗？哎，这2人啊牵涉过密啊，陈元甚至可能我印象里面记得啊，这儿还写呢这乌有之乡说呢，看到陈元送给薄一波致敬的花篮啊，说薄一波同志永垂不朽啊等等这样子。然后陈元呢，据说跟这个薄熙来呢，之前是有一些过从甚密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导致呢，陈元没有办法担任这个金砖开发银行的行长，没有办法当这个比如说。一些有实权的这个职务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尤其他作为一个老字号的这个金融的这个管理啊监管人士呢，并不意味着他这里面没有扮演什么角色。然后他主要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叫做40人在哪儿呢？40人，40，哎，为什么在这个里面没有那个他的？哎，抱歉啊。
经济40奇了怪了啊！中文的这个里面竟然没有那段重要的履历啊！稍等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英文的啊，那英文里面才有啊，那就是这个啊，对，中国金融40人论坛啊，这个是2008年成立的，然后成员呢一直在里面担任是这样一个主席，这个是一个智库啊，那主要呢就是找40个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是吧？然后这里面人呢，你看有自由派的，有那个可能偏向于左派一点的是吧？都有林毅夫啊，什么东西啊都在里面啊。然后这个事情最重要的一件啊，这个论坛，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2020年的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这个演讲是吧？马云在演讲里面一开始还讲了啊，尊敬的李强书记，尊敬的陈元主席啊，把陈元紧紧放在李强下面，放在周小川，当时还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的上面啊，那可见陈元在这里面的实际的地位啊。马云就是因为这篇演讲最后栽了是吧？勉强保住了性命和保住了没有进秦城。马云这个演讲大家知道他是怎么翻车的吗？啊，简单说一下，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吧？在这个金融峰，马云当时的蚂蚁金服嘛，正准备上市嘛。那在这个金融峰会里面呢，马云呢就直接抨击了啊，这个中国的金融监管呢太严了，是吧？甚至说什么话呢？说呢是我们现在啊，都是什么巴塞尔协议啊，什么东西的啊？他说巴塞尔呢比较像老人俱乐部是吧？解决的呢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问题。哎，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啊，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啊，就意思就是讲你们这监管是吧？你们只知道监啊，不会你们不知道监，只知道管啊。就是中共的这套东西呢，啊，你就是瞎管乱管，然后你真正要管的问题呢，你不解决啊，你专门就是管什么呢？就怕鸟出了笼子啊，它这个意思啊。说什么叫金融生态系统呢？就是自发形成的一套民间也好，或者工商界也好，自发形成的一套能够运转起来的这个系统，这就是那是鸟嘛，是吧？然后马云在那儿讲说，这个你们监管太严或者乱监管，意思就是你这笼子扎得太紧了，把它鸟给憋死了。然后他自个儿的这个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了，是吧？在这个讲这个话啊，那肯定很多人听得很不爽嘛，一听就懂了嘛。哦，你这个鸟是要挣脱我这个笼子，你这鸟是在骂我笼子是吧？哎，那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是吧？那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成员在下面听马云说这个话啊，因为他一直搞这个的嘛，外人听不懂马云说这些语言啊，他们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哥们儿可能过线了啊，过线了。那么成员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啊？他对此怎么看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作为我们这个外人呀，可能也不可能知道啊。但是我们就回来讲这个事情啊，继续往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里面讲了一些，他除了披露成员，他为什么把他出来啊？整个一大篇都在讲这个成员呢，就是因为也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反应，这是一个惊天的大瓜，是吧？但是呢，它下面还披露了这里面不只是这些，还有跟这个中国的国家和军工体系有关的公司和政治实体啊，数百万美元的捐款和这个研究合同，里面包括了京东方这个也是比较敏感的是吧？京东方、华为啊，中国国家电网是吧？中国科学院，哎，中国科学院还出了不少钱呢，中国科学院啊。然后用于这个阿里、微波、背景什么辐射极化望远镜啊，都是这种高精尖的技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对外技术进出口公司啊，然后马化腾基金啊、京东集团啊，然后等等这样子啊，然后美的啊什么东西的，北京的协同创新研究院啊，然后还有一些个人是吧？丁磊啊，这都是民间的啊，陈泰安啊，这个董建华是吧？啊，这个前特首董建华等等这样子，它里面讲了这些资金用于资助教员的研究啊、教育职位啊、奖学金啊什么的啊。这个东西呢，关键是这里面啊会有一些被列为关键技术领域的，那这是重点啊，就是捐款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那我个人认为，甚至呢包括哪怕是双方的关系比较紧张，然后民间做这样的捐款呢，它各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益是个正常的事情 ，OK， 我们不能单纯的什么道德绑架是吧？一点利益都不行啊！人家学校也要吃饭嘛，
这个胡佛研究所要吃饭吗？是吧？所以利益呢，有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啊。那希望你可以甚至有的时候你说去影响政策啊什么东西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一些线啊，关键技术领域，包括呢跟中国军方有关的这些线，这次通通都被扒出来了啊。这个你有没有上报啊？他当然所有这信息都从上报的信息里面弄出来的，但是你上报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充分的上报？以及这些信息，你为什么觉得这些捐款你是可以接受的 ？OK， 像有些像比如说民间人士丁磊啊，包括董建华是吧？啊，这人家给是给了，如果你不附带任何其他条件的话，那你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要接受？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华为是吧？京东方啊这些，包括呢跟一些特别敏感领域的，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些捐款？那么他们的关键是他们跟你签的这个捐款合同。协议里面有没有讲定向是要哪个方向的啊？所以这一块呢，都是我们前面讲的美国政府啊，或者是川普政府呢，第二任上不断在收紧的，他其实在不断的在 push 这个 limits 啊，叫不断的把这个口越收越紧，越收越紧。先是去年要求啊，大家所有都要上报，然后现在呢要求增加这个上报的这个级别啊，我看了一下，有可能是就是要求披露更细啊。不只是报一个啊什么人啊多少钱啊等等这样子，也不只是报什么政策，包括呢他要把这个向政府报备呢变成公众可查，当然面向公众披露的信息会相对更有限一些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是面向公众能查到的，那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查嘛，一查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成员你不知道是谁吗？你不知道是谁，我告诉你是吧？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教育部。要把之前只是报到教育部，现在呢要把国务院啊，我相信国务院呢就相当于是可能会把，比如说联邦调查局啊、中情局啊这些情报部门也一起牵涉进来，是吧？然后呢，相当于是要求学校呢也要自己啊更就是你不能装聋作哑啊，这个成员啊好拿到了。你自己不去想这个成员是谁，他为什么要捐这个钱，你自己也要有自纠自查，你上报的信息里面也要表示我对这部分已经做了充分的尽职的调查，甚至你要给出我接受这笔捐款为什么我觉得没问题的原因，是吧？刚才我们讲了，如果说这笔钱是捐给哈佛研究院，要求去影响关于这个李瑞日记里面对外公众披露的信息的话，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大的，我觉得这事儿挺大的。啊，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哈佛研究院乃至于斯坦福的这个研究方面的声誉。你换句话说，因为李瑞日记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嘛，如果说有人捐了一笔钱，希望说我这个历史文件里面提到我爹的地方手下留情，不是哈佛，斯坦福点头了，那胡佛研究院点头了，这事儿就大了。感情这个李瑞日记给你是你拿来换钱的是吧？我操，我这陈云一个人换300万，我的那下一个什么邓小平的后人过来300万是吧？你这是变成了变成了这样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发财的工具了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最大的是吧？至于其他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个反而就更加的可能会更复杂一点啊。然后呢，川普政府还有关键是啊，敏感的国家和敏感的领域啊，这2条呢，可能要求所有这个大学上报的时候要额外的啊，就其他的你无所谓嘛，比如英国的、澳洲的是吧，或者什么啊捐过来的钱啊，那就算了啊。那如果说你敏感国家、敏感领域、敏感个人捐过来的，你必须要做更加详实的尽职调查和给出更加明确的原因，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不只是公开金额，你他妈要公开你的捐赠协议，你这里面有什么条款是吧？这个事儿也是对于大学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人家之所以给你钱，就是因为给附带这些条件嘛，你他妈把条件全公开了，我给你钱干嘛呀，是吧？所以这大学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如果包括呢，对于大学如果不合规发现这样的事情对于大学可能会美国政府会进行追加的一些罚款呀，甚至收回联邦资金等等这样子。然后国会关键是这件事情，这一次的这个斯坦福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呢，一定会有美国的议员可能会发起一些，我们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我觉得挺奇怪的如果正常的话呢，会有某些议员在国会里发起这个传唤要求胡佛研究院也好，或者斯坦福也好过来解释这个事情，是吧？所以
最关键是在这儿啊，这个其实政府其实做不了太多事情，但是个案的话啊，反而国会的力量会更大一点啊。然后呢，还有比如建立制度化啊，比如外国捐款呢，跟相关的你的签证啊，你的刚才我们讲了联邦资金啊、拨款啊、研究安全啊，就是美国政府给予每个学校它可能有一个信任级别嘛，进行挂钩是吧？进行联动啊。好。信息就是这些啊，简单跟大家互动一下，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信息啊，就是互动了以后我们能看出来啊，你看人家这要饭啊，哎，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个小逃兵啊，谢谢小逃兵啊，这看来最近的投资啊非常顺利是吧？这个给我的打赏已经翻倍了是吧？又要到饭了，兄弟们，你看人家这个饭要起来好轻松啊，300万美元是吧？咱们这个小逃兵的啊，这一笔一笔的是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对，我来简单跟各位的看看各位的观点啊，边工作边开着听啊。今天要讲神棍的啊，真是神棍的这个信息比较慢啊，这两天。然后川普说呢，伊朗这个事儿呢，可能还要归到下个星期啊，可能还要等几天啊。不用着急，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用着急，就是越是川普政府越是表现出来不着急的是吧？其实对于伊朗就越不利啊，就是更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不着急啊，我耗得起但是我今天本来是讲英国那件事情啊，举世瞩目的啊，非常英国这两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被这个事儿给被这个突发啊给那个啥了，给打乱了。我看今天的这个讨论不是很有质量吗，兄弟们啊？纳粹还真实共产主义的变种，哎，我觉得我其实您如果一直关注咱们的频道的话，您知道2022年左右啊，疫情期间我们在 Clubhouse 也好，或者 Twitter Space 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关于讨论过这个纳粹到底是极左啊还是极右啊，这个问题早就讨论个烂了，是吧？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啊。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说在什么纳粹啊是极左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把很多东西给混淆了。昨天我们的视频曾经谈到过一个事儿就是说等一下是昨天那个视频吗？不是，昨天我看到有人竟然在说赖清德是极左，哎，赖清德是极左，我再重复一遍啊，现在有人说赖清德是极左。说就因为赖清德是极左，所以把那个川普啊就不再相信赖清德了。哎呀，我隐约的感觉啊，就是这种呢，跟很多人非常执着的一定要把纳粹划到极左的范围去啊，其实一回事。我了解纳粹是集体主义，我当然知道纳粹是大政府，是控制那个什么东西啊。但是你现在去强制要做这种划分啊，往往就会把水给搅浑了，你知道吧？会导致很多人说啊，赖清德是极左，哦，那习近平不就是右派了吗？哎呀，是同志啊！咱们别再讨论这个这个纳粹到底是左还是右，这问题有啥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啊！纯粹啊，就是回想当年啊，也就是纯粹用来显示我自己，因为我当时也在说嘛，我觉得纳粹应该是属于左派的，极左啊，是起源是社会主义者是吧？哎，纯粹没有意义啊，纯粹就是一个显摆啊，自我显摆。尤其是你看最近美国的很多所谓右派的这种人士啊，魔怔人是吧？你看那些人你就知道了，那跟纳粹其实一回事儿啊。胡佛倒霉就是渗透啊，如果是陈云的儿子倒霉了啊，就变复杂了啊。陈云的儿子倒霉了啊，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就看后续的有没有其他的跟进的消息和解读啊。至少我在公开渠道得到的信息，不足以让我们判断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只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陈云这样一个大左派，但是我们要说一声啊，在中共体系内部呢，陈云并不是毛左 ，OK， 包括说当年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说这个大跃进是吧？饿死3000万人的这个事儿，至少3000万人饿死的这个事儿，陈云有没有责任呢？
陈云其实是有责任的啊，但是陈云责任什么呢？就是中共建政之后呢，这个经济体系呢，就是陈云就是操刀人，你可以这么认为。当时呢，51年还是52年我忘了啊，中共呢就是粮食统购统销啊，就是民间不再允许任何的合法的粮食买卖，粮食必须要供销社上来统购统销吧，是吧？这个是陈云设计的，是吧？但是呢，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陈云呢，其实跟周恩来呢是站在这个反对冒进这一边的，为此还给毛泽东曾经直接点名批判过啊，说你因为他们反对这个搞得太过火了嘛。然后这不就那两个人就缩进去了啊，最后这个饿死很多人之后呢，还是陈云出来啊，这个收拾局面啊。你可以认为，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陈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对于大跃进的这个他的责任在于什么呢？你就好像说一个人啊，说呢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柴火全部堆到一个房子里面去，是吧？妥善保管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不会出现柴火特别容易丢啊什么东西的。但是呢，你一个柴火全部堆在一个房子里面去，就可能会出现一件事情，是吧？啊，有的人说我们在这儿要开个 party 啊，我们要来唱生日歌，点蜡烛唱生日歌，是吧？那陈云会觉得不对呀，哎，这个你这个，然后点完蜡烛以后还放烟火，是吧？陈云说不行啊，这个你这儿都堆着柴火的是吧？你这放烟火，这房子烧起来了是吧？那你滚一边去是吧？我们这儿玩开心的啊，结果那房子真烧起来了啊，人烧死了。你说这个责任算是谁的？是放烟火的吗？还是那个说我们要把所有柴火全部堆在一起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开 party 的这样一个人，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就很难说了啊。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右派啊，我一直认为啊，像陈云所代表的这种所谓鸟笼经济，以及中共现在所讲的说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其实说白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啊，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事儿是很容易会出现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啊。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就是一回事儿。那么中共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体现出来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啊，然后拼命的卷啊，拼命的什么卷完国内人卷世界啊，我觉得这也是集中力量办坏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坚决是反共频道啊，不是反中共，反的就是像陈云这样子的。他虽然不是毛左，不是这种激进的没脑子的激进毛左，但是他所代表的大的方向啊，就是所谓的叫做理性主义啊，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听，理性主义其实就是迷信理性，迷信人可以国家可以，政府可以统一的管理什么东西是吧？可以把一切管在手里，不管是通过市场的方式去管理，还是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去管理啊，他们就迷信这个。我们是坚决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啊可以啊完全的自由放任是吧？然后什么无政府主义啊，就所谓的那种极右嘛，说政府完全不要管任何我的事情是吧？政府都不要跟我收任何的税啊，然后我赚都是我的是吧？我老百姓饿死咱也不管啊，这种也是属于一种极端啊。但是大体原则来讲啊，所谓的鸟笼经济，全世界所有的鸟笼经济，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鸟会被这个笼子给弄死啊。好，顺便再说一声，陈云这个，等一下，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然后一转眼就我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啊，一转眼就给弄过去了。看看啊，中国经济在走向寡头经济，标准的国家资本主义啊，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没法找到一个完整的理论，然后所有人照着运作社会。对，没错啊，大家这个我觉得啊，咱们的老的粉丝一般都是不会走特别极端的，是吧？我们可以有一个谱系倾向啊，比如说我倾向于说政府的权力要稍微大一点啊，人不能太放纵了。那么我倾向于说呢，应该还是要让人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度，是吧？政府呢应该发挥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作用啊。我们可以中左和中右有所倾向，但是不要完全的排除说任何说要加强政府控制就一定是什么共产主义，是吧？就一定是极左啊。任何说呢要自由放任就一定是无政府主义啊。我们不要陷入这个怪圈啊，咱们都是比较温和的啊。左右单轴啊，现实世界多轴啊，不要所有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我不赞同这种说法
这个轴还是要的，是吧？只不过呢，轴的位置咱们不能太极端了啊，轴一定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轴的话，你就变成一团浆糊啊。我们是需要坐标轴的，你不管你说我是2个轴、4个轴、6个轴啊，你不管怎么样，轴是需要的啊。这就是我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说啊，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呸，当然有绝对的白和绝对的黑，只不过呢，在这个世上所有的颜色都是多少的白和多少的黑，是吧？但是白和黑的标准是决定的，是绝对的。当然，这个标准是可以变化的，这没有问题。标准是可以变化的，但是这个标准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应该是绝对的，否则科学就不存在。你想，科学都不能度量，科学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利益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属于特别明显的啊，特别典型那种啊，这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啊。对，我同意一点，就是说，我们任何观点，任何人都是在左和右之中的某一个位置点上，或者说呢，比如在某一件事情上，我是在这个位置，我支持更多的平等，更少的自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我支持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平等，是吧？啊，你可以认为有多个向量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宇宙都是多个平行宇宙的叠加在一起。大家都在讨论台湾问题了，是吧？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提了一嘴，说有人说赖清德是极左，这个事儿太好笑了。我昨天一口养乐多，差点没喷出来啊。关于中医的问题，我也讲过啊。这个事儿我并不是完全的，我认为中医在作为一种安慰剂疗法是非常好的安慰剂疗法啊，所以我不会去看到有人喝中医喝中药就过去说啊，你这是在害自己啊，我不会这么干啊。我甚至以前在给大家归纳过一个，我对于中医态度相当于是我对于信仰的态度一样的。OK， 我对于信仰的态度，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把信仰冠以邪教这样的名义，是吧？我是不赞同的，是吧？同样，我对于所有的替代医疗法，是吧？啊，甭管它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是吧？我都是不赞成的，一下子把人家给弄死的啊。但是我个人肯定不会喝就是了啊。哎，为什么有朋友要口大红龙？口味有点重啊，口味有点重啊。真的反中共也好，背后建立，对，这也是很多人会。说到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些智库啊，或者这些机构也好，这些大学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地方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西方呢有一所大学，是吧？这个大学呢，它比较左啊，所有大学都比较左，不用说啊，这个大学还是比较左的嘛。然后呢，它有一些智库啊，它有一个智库，这个智库呢可能跟中共啊这个关联比较多，是吧？普遍被认为是帮中共维稳的这样一个智库啊。但是这个大学呢，它还有一个学者，是吧？是特别反共的学者啊，非常明确的啊，像咱们一样的非常明确的啊，不只是反中共啊，反共的啊这样的学者。然后这个学者呢，就在这个大学过得非常不如意嘛，是吧？整天被打压嘛。尤其你像这样个学者，在这种左翼的大学里面，是吧？还不整天被投诉啊，整天被学生在后面骂，是吧？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他说呢，说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学校会不会找个理由把你给干掉，是吧？啊，不是那种干掉啊，就是找个理由把你给踢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他说不会的，是吧？而且正相反，我们学校特别需要我，我就知道我们学校特别需要我啊，所以呢，我这儿就可以我就可以调用很多资源，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我知道他们离不开我，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亲共的智库嘛。这个学校我如果把这个教授弄走的话，我这儿就明白变成了一个党支部了，是吧？我这学校名气不好听啊，我必须要保留这样一个铁杆反共的这个学者在这儿，是吧？以显示我是平衡的啊。你看我没有啊，我没有。这样的话呢，那波人呢才能吃香的喝辣的，是吧？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相信这种类似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不同智库里面都以不同的形式去发生啊。在
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推崇自由市场的人看来呢，所有为了利益而做出的决定啊，都是有其根源可以溯源的。当然，我们要弄清楚这里面是什么利益，然后区分出那些比较特别怎么讲违反原则的利益。但是呢，绝大部分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利益啊，不是你想象的这么邪恶的，是吧？它其实是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个特别的意识形态的，很多时候是有一些无奈的啊。但是你看刚才我讲这个故事是吧？你听起来好像是个悲凉的故事，但是你反过来想是吧？就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这种利益制衡在啊，才有很多人呢还可以在这个拿到自己想要的资源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好，看一下啊，我们待会儿会讲那个英国那件事情啊。传统中药找不到避孕因的棋阵上有点正面帮助啊，亲身受惠过这个我不想说服你啊，我也不想这个对，每个人有自己的经验嘛，是吧？所以保守自由主义呢，我们就更多是经验主义啊，而不像刚才我们讲的像陈云那种叫先验主义就是我想好一个东西，然后我一定是这个道理是吧？经验主义呢，我们是根据更多的经验世界的经验，每个人不同的经验，大家的经验是吧？来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得出某种规律你可以得出你自己个人的规律个人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民进党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公约数我是支持台联的，是吧？刚出社会支持台联，定向定期捐款，很加敬重李登辉后来小党不是岁月化就被渗透收买了只好被逼着投给民进党。虽然前几年的第一政策，对蔡英文时期的民进党我觉得你要说蔡英文是极左我更倾向什么呢？蔡英文她有自己的，她因为女性嘛，她有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跟美国的这个左派呢比较契合的地方包括女权同性LGBT 权利什么，她可能有自己这块。但是我觉得蔡英文所做的有一些东西呢，未必就一定是在好像在台湾推行什么东西它也有可能是处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因为蔡英文相当于是美国除了右派智库还有左派智库嘛，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也有必要去跟左派智库的人去联系什么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政府是不是支持这个他们所喜欢这套理论是吧？就非常非常对于说这些智库怎么看待你，怎么评价你，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重要作用的，是吧？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虽然我个人认为所有的左派。所有的左派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左派智库，他们的主张，尤其是一些迎合极左的主张，对于中共来讲是肉包子打狗是肉包子打狗我不赞同蔡英文那么做，我认为那么做其实第一个违逆台湾的民意，第二个其实长远来看并不能帮助到你，是吧？但是 anyway， 如果有人说蔡英文是极左，我还是表示可以理解的说赖清德是极左。中医有自己的体系OK， 以前有这个关于刚才口大红龙是吧？不是油管有些字还是显示不出来另外呢，我这个频道它油管后台它有几个选项，就是你是所有的都不显示出来是吧？所有都要审查，还是说你可以相对比较宽松的原则，还是比较紧的原则，还是任何的留言都不能显示出来？我是一个比较宽松但不是第一级任何的语言都显示出来，所以我是个比较宽松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字眼呢，油管自己它会把它归入一个是吧？即便是比较宽松，它也不能显示出来的范围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留言出不来可能不是我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问题。甚至上次有个朋友跟我说了好几次，我帮他把这个我没有拉黑他，你知道吧？然后但是就不管怎么样，他这个就是显示不出来后来我觉得是不是你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眼是吧？有一个脏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的留言显示不出来台湾跟日本有所谓的科学中药制剂那咱们不再谈中医了不再谈中医了我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赖清德更像是温和右派
我的角度撇开统独立场，行政方面国民党跟民进党差不多，很难看出左右之分，是吧？嗯，可能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抛除跟中国有关的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国民党要更在经济政策方面可能要更右一点，我个人感觉虽然国民党当时就是台湾的芯片产业很多产业可能也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像类似中共这样的是吧，集中国力集中来，哪怕是有所损失然后都要发展一些支柱产业。这个其实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总体来我觉得可能国民党更加要符合小生意主的利益我们把它放在西方的政治谱系里面，国民党可能更加照顾小生意主的利益，然后民进党可能相对更照顾工薪阶层的利益。我是这么理解的他的政策一些小的政策里面看。好了我们给大家报这个消息这个行非常感谢各位上来捧场也尤其感谢咱们的小道兵咱们金山不改，瑞上流，稍后我们再见，拜拜。